检查出怀有双胞胎当天，正想跟总裁老公分享这个消息，却无意间听到我对婉宁没有感情，也不会跟她有孩子。当初跟她结婚，只是因为你们对她满意。于是我果断隐瞒了怀孕的消息，随后递给她一份离婚协议，独自一人出了国。她只当是我们的合约婚姻到期，没有做任何挽留。直到4年后，我带着一对双胞胎兄妹回国探望病重的外公。沈立川好友傅思远，他一眼就认出了我。他能够明显感觉到，自从离婚之后，沈立川似乎是后悔了。这4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打听我的下落，可一直都没有消息。想到这，他立马联系了沈立川。沈立川正在会议室开会，听到傅思远说我回国探望程老先生后，他当即结束会议，独自驱车前往医院，报上程老爷子的名字，很快就找到了那间病房。沈立川左手提着几袋补品，抬起右手敲了敲病房门。沈立川心口砰砰直跳，我以为是医院里医生在敲门，走到门口去开门，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沈立川。他还是那般清雅俊逸，身上多了些沉稳的气质。我嘴唇微张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沈立川笑着走进来。程老，听说您近来身体不适，我过来看看你。立川真是有心了，坐下说话吧。谢谢程老。婉宁也过来坐。好。我坐在一边，沈立川看出了我的紧张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沈立川跟程老爷子说着话，他的目光却不自觉地扫向我。程老爷子把沈立川的神情看在眼里，不知道婉宁以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，真希望能在走之前看见她拥有幸福的归宿。沈立川待了半个多小时，就起身告辞。婉宁，帮我送立川下楼吧。我虽然不愿意，但还是跟沈立川一起走出病房，两人并肩走在走廊上。婉宁，这几年你过得还好？还挺好的，你呢？还行，我还是老样子。事实上，沈立川过得并不算好，经常整夜睡不着。在离婚的几个月后，沈立川才看清了自己的心。他每天都在想念着我，找了几年的人，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。沈立川心里装了一箩筐的话，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他跟我本是商业联姻，相互之间没有感情基础。婚后他一直冷淡寡言，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，反而是我经常会找一些话题跟他聊天，想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晚意外发生关系之后，他选择冷处理，没有再对我谈及此事。现在想来，也是逃避的行为。因为过往的这些事，沈立川此时在我面前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。离婚是我提出来的，当时他觉得我应该是已经对这段婚姻感到无比失望。他很清楚，如果想跟我复婚，就不能太过急切，只能一步步来。你今天特地来看望外公，谢谢你。不必客气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当我是一个普通朋友也行。我轻轻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回医院大厅。就在这时，程志恒带着儿子和女儿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，两个小家伙迈着小短腿走到我身边，我两手一边抱一个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跟他们说话。你们跟程叔叔去公园好不好玩啊？沈家那辆迈巴赫车一直在不远处停着，沈立川想多看我一眼，刚才并没有让司机马上开车，他没想到竟然会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走到我身边。虽然听不到我们的对话，但看我对待孩子的亲密举动，完全就是亲母子的感觉。那个男人难道就是我的现任丈夫？一家4口有说有笑，多么温馨的画面！一时间巨大的悔恨之感钻入心底，心脏就像是被蚂蚁啃食一般，疼得他无法喘息。少爷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开车回公司。天色已暗，临近晚上9点，沈立川才从公司回到沈家别墅。只有在工作的时候，沈立川才能不去想那些让他难过的事。他一闭上眼睛，上午在医院里看见的那一幕就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。我已经嫁给别的男人，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曾经我是他的老婆，可他当时不懂得珍惜，现在为时已晚，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。书桌上的台灯亮了一整晚，窗帘的缝隙透着柔和的晨光。沈立川揉了揉额头，洗漱过后下楼喝了2大杯美式，准点出发去公司。半个月后，外公术后恢复得很好，医生终于通知我们可以出院了。我和哥哥叶木泽一大早就来到医院，把外公接回家。车子开进城府大门，在停车场刚停下，两个小家伙就小跑着过来。太老爷，太老爷！两个宝贝儿真乖。以前程府总是冷冷清清的，除了管家和佣人，程老爷子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现在外孙女带着2个孩子搬回程家住，一下子就有了家庭的温馨感。晚上我把2个小家伙哄睡后，轻手轻脚地从儿童房走出来。大小姐，程老先生请您去一下书房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我走到2楼书房时，看见外公和哥哥坐在靠窗的茶座，茶桌上摆的不是茶具，而是几个文件夹。外公，哥。老爷子微笑说道。婉宁，过来坐吧。等我落座后，程老爷子看着兄妹俩。木泽，婉宁，我让管家找你们过来，是有话想对你们说。我只有令鱼这一个孩子，你们是他的儿女，自然也就是我的继承人。
经过这一场大病之后，我老人家的身体大不如前，你们得担负起责任，把程家的产业打理好。听到外公说这种话，我心里有些难过。生老病死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自然准则，我真的很不好受。沉默片刻后，哥哥开口说：外公，我现在还在叶氏集团上班。叶氏集团就是叶家的公司，父亲当年白手起家，一手一脚打下的江山。你将来是要接管公司的，如果不了解公司业务，也就没办法好好管理公司。哥哥现在在叶氏集团上班，在业务部门当一个业务员，这是父亲的意思。于是哥哥在业务员这个职位上一做就是5、6年，不管他工作能力有多强，父亲始终没有开口把他调去其他的职位。外公冷笑一声：穆泽，你爸那种人，你怎么还对他抱有幻想？他如果对你的未来有规划，就不会一直让你在基础岗位上工作。堂堂一个大少爷，堂堂一个继承人，在公司里打杂5、6年，这样的安排像话吗？外，如果我现在离开叶氏公司，那我这几年的坚持都白费了。我很赞同外公的说法，如果父亲有心，早就安排哥哥调岗了。不过哥哥的考虑也不无道理，哥哥毕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也不知道你爸是怎么想的。婉宁是女儿，我知道她是重男轻女，所以不喜欢婉宁，但你是他唯一的儿子。外公只好看向我说道：婉宁，你回兴市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把2个孩子上学的事给办好，然后听听外公安排。婉宁，你这几年在国外继续进修了珠宝设计，在那边也接了不少私人定制的设计单，珠宝行业你已经很熟悉，所以我想把星运珠宝交给你负责。外公，我要不要先从基础岗位做起？不必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就算把公司弄垮了也没事儿，就当是给你练练手。感受到外公对我的疼爱，我心里仿佛被暖风拂过。穆泽，你是叶家的继承人，同时你跟婉宁也是程家的继承人。外公目前身体还行，还能再帮你们撑几年，以后就说不定了。外公，我知道的，再给我1年时间，1年后不管我有没有继承叶家的公司，我都会接下程氏，让你可以安心养老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云溪公馆23楼好几年没回来，本来以为指纹锁大概是打不开了，我还带了钥匙过来，走到门口才发现指纹锁竟然还有电。我用指纹打开门锁，带着房产中介走进去，所有家具上面都没有肉眼可见的灰尘，看上去并不像是几年没人住的房子。正在我疑惑之时，李妈拎着一个胶水壶从阳台走到客厅。李妈看见我回来了，满脸欣喜地说：太太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李妈，我跟沈立川已经离婚了，再称呼为太太有些不太合适。抱歉啊，叶婉宁小姐，我以前喊顺口了。李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记得在离婚搬走的那天，我就把你的工资结清了。叶小姐，是顾总请我来打扫的，这样你回到这边随时都能住下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就像打碎了5味瓶。以前沈立川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事，离婚之后他反而变得细心了，默默为我安排这些。如果说我不喜欢沈立川，那一定是骗人的。只是那时亲耳听到沈立川说不喜欢我，我那点刚萌芽的爱意便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。房产中介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。叶小姐，我可以给房子拍拍照吗？可以的，你可以随便拍。李妈把浇花壶放下，倒了一杯温水端给我。叶婉宁小姐，你这是打算卖掉这套房子啊？是啊，这套房子我不住，闲着也怪可惜的，还不如变现。把这套房子卖了，那也就意味着李妈即将面临失业。我像是看穿了李妈的心思，开口提议：李妈，你之后若是没有别的安排，愿不愿意跟我去城府工作？跟李妈接触了几年，我对李妈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都很满意。我愿意的，但是你要断了跟顾总那边的联系。他从口袋掏出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把沈立川的手机号删除。我带着李妈回了城府。回到城府看到那对双胞胎的时候，李妈这才明白我为什么要强调她绝不能跟顾总联系。她震惊地看着眼前这对粉雕玉琢的龙凤胎，跟沈立川长得很相像，联想起我离婚前的反胃呕吐。这要是说这2个孩子跟沈立川没关系，李妈是绝对不相信的。以后你就负责照顾这2个孩子。李妈以前做过月嫂和育儿嫂，她又是温柔有耐心的性格，知道怎么能够快速跟孩子们熟悉起来。不到1天时间，李妈已经可以独自带着孩子们去花园玩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孩子们能接受李妈就好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给2个小家伙找幼儿园，为接管星运珠宝做准备。正值中午，在城府的餐厅里吃着午餐，此时管家把我的手机拿了过来。大小姐，你的手机响了好几次。谢谢。我点头道了谢，接过手机起身走出去接电话。电话对面的声音传来：叶小姐您好，我这边是星耀地产的中介小赵。赵小姐有什么事吗？
叶小姐，你找我挂牌的房子，今天上午已经有人过来看房，而且已经付了定金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签一下房屋合作合同，然后过户给对方？听到房产中介的话，我都有些不敢置信，这么快就卖出去了一套定价1.8亿的房子，挂牌第2天就被卖出去了，这效率未免太快了点。赵小姐的声音带着笑意。我也是吓一跳呢，他只是随意看了看，我本来以为没戏，没想到直接拿卡付定金。买家是本地的富豪，听说话口音是本地人，但看着挺面生，可能是我眼拙认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定个时间，把合同和过户手续给办了。下午3点，我在房产中介公司。叶小姐，这位是孙先生。见到了想买房子的买家，可我不知道他就是沈立川的特助。你好，孙先生。我跟孙周握了握手，拉开椅子坐了下来。孙先生，你才看了一眼就决定买下这套房，感觉像是仓促决定的。你确定真的要买吗？这句话让房产中介听得有点懵。你如果现在改变主意，我可以把定金还给你。孙周有些惊讶，笑了笑。叶小姐真是好眼力，我不是买主，我是为我家老板办事，他想找一套江景大平层。林先生，你的老板是哪位？新市的圈子说大也不大，说不定我还会认识呢。你当然认识了，而且是非常熟悉的人。我的老板比较低调，做生意全国各地跑，你们大概是不认识的。不如我们先办手续。听完孙周说的话，我也没有再纠结，开始签房屋买卖合同。顺利办完过户手续，孙周坐进车里，打电话给沈立川汇报这边的情况。之后的大半个月时间里，我一直在看学校资料，还去了实地考察。终于在这天上午收到了幼儿园发来的入学通知，这个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。我的2个小宝贝聪明乖巧，没有理由不通过的。吃完早餐后，我带着2个孩子出门，车前往商场逛了几家店，出来后，我眼尖的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身珠光宝气的继母林雅薇就在对面那条长廊走着。我不想见到林雅薇，拉着2个孩子转身往另一边走去。这时林雅薇也看见了我。哟，这不是婉宁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想搭理她，加快了脚步。这个女人惯会装腔作势，在父亲面前她是温顺柔弱的模样，在我和哥哥面前却是另外一副刻薄的嘴脸。叶婉宁，你跟那给我站住！我让2个孩子站在这里别动，带着怒气走到林雅薇面前。我让2个孩子站在这里别动，带着怒气走到林雅薇面前。叶婉宁，你有没有教养啊？你竟然敢动手打继母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你敢说我的孩子是……这一巴掌也是你应得的。要说是你肚子里那个才是吧？不知为何，林雅薇对上我眼睛的时候，莫名的有些心虚。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轻蔑的笑了，转身扬长而去。难怪父亲一直不肯让哥哥接管公司，原来是存着这种心思。流金酒吧的顶楼包房里，沈立川站在落地窗前，他的眼眸看向窗外，背影看起来似有几分落寞。傅思远与江雨晨推门而入，看见沈立川这个样子，均是默了默，在原地站了一会。江雨晨走过去看着他。我听说叶婉宁回新市了，你怎么还这副表情？婉宁这次回新市并不是一个人独自回来的，她身边还跟着2个孩子。沈立川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走到吧台，拿起酒瓶又添了点酒。沈立川这是在借酒消愁啊，看来是受了不小的打击。3人坐在沙发上喝了好几杯酒后，沈立川哑着嗓子开口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他已经结婚了，还生了2个孩子。别太难过了，既然他已经结婚了，你也是时候放下了。是啊，他现在已婚已育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何必自苦？忘了吧。你们没有尝过爱情的苦是不会明白的。这几年他毫无音讯，我都不能放下他。他现在回到新市，我就更加放不下了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他半晌没说话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仰头又喝了大半杯酒。准备怎么办这个问题，沈立川心里也没有答案。如果此生已经没办法跟我在一起，沈立川很清楚，他这辈子也不会再娶其他人，他心里那个位置永远只属于我。迟来的深情又有什么用？傅思远和江雨晨知道没法安慰他，便陪着他喝酒。这一夜，沈立川喝了个酩酊大醉，他做了一个悠长的梦，在梦中他回到了4年前。那一晚，他也是喝了个烂醉，许是夜色撩人，酒气上头。那晚绽放的红玫瑰是他见过最美丽的。清晨程福我带着2个小家伙下楼，径直走到餐厅，外公已经坐在餐桌主位，叶景琛和叶景熙乖巧地看着太老爷。琛儿希儿，饿了没有？2个孩子一起点点头。那赶紧坐好了，看看太老爷给你们准备了什么早餐。我说完，李妈就把孩子们抱上儿童餐椅。周叔吩咐厨房把早餐都端了出来，看见有芒果布丁和黑森林蛋糕，2个小家伙都眼前一亮。为了给孩子们做美味的甜品，老爷子还专门请了顶尖的甜品师。一家老小正吃着早餐，突然有一阵喧闹声从门外传来，打破了餐厅温馨安宁的氛围。管家赶紧走到餐厅，用对讲机询问外面的情况。程老，叶国邦跟叶太太闯进来了，没有通报。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他们开车撞进来的。
我倒要看看他这么张扬是想做什么。李妈，你再在这里陪着孩子们。父亲这么冲动的闯进来，估计是想为他的美娇妻找回铲子。叶先生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父亲突然就有点后悔，刚才不该这么冲动。不管怎么说，程老爷子也是自己的岳父，可一看到站在程老爷子身边的我，程老，这你得问问叶婉宁，她对我太太做了什么？听到我父亲的称呼，程老爷子忍不住皱了皱眉，为自己的女儿感到不值，竟在这种人身上浪费了大半辈子。我把昨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程老爷子。你可真是眼盲心瞎，明明是这女人先出言不逊的，我看婉宁只打了她一巴掌还是轻的，敢说我的宝贝曾外孙是真的是活腻了。程老，你可不能听信叶婉宁的一面之词啊！我了解我的太太，她绝对不会说出这种粗鄙的词。他了解一个认识不到10年的女人，难道不了解自己亲生女儿的为人？外公说的没错，叶国邦就是一个眼盲心瞎的人。叶婉宁，你赶紧给你继母磕头认错！让我磕头认错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是你爸！不好意思，叶先生，从你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就不再是你的女儿，你也不再是我爸。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以为血缘关系说断就能断的？你这个逆女，赶紧认错！刘管家，吩咐来人，把这2个无理取闹的人给我赶出去。来人！老公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你们吓着我太太了，要是动了胎气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哼哼，既然你们赖着不走，那我们只好报警了。你们这样开车撞门闯进来，属于擅闯私宅的行为。事情闹大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丢谁的脸。闻言，父亲的脸色变得更难看。如果事情闹大，兴市整个上流圈层的人都会知道，他闯进岳父家里闹了这么一场，可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又有点下不来台。之前他答应过林雅薇，一定会给他讨回公道的。老公，婉宁执意不肯认错，我们做长辈的也没办法。我有点累，想回家休息。林雅薇能得到父亲的疼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能够精准猜到他的想法，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个台阶下。父亲当即顺着他的话往下说。那我先陪你回去休息。国邦，大铁门的修理费你可别忘了给，账单我稍后让助理发给你。城府里里外外都装了监控，这笔修理费父亲是无法抵赖的。这一趟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真是越发不像话了。外公别生气，犯不着为这种人动气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个重男轻女的人，他眼里只能看到哥哥的存在。在父亲眼中，我不过就是联姻的工具，一个能给他带来利益的工具。一旦这个工具不听话、不好用了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扔掉。我陪着程老爷子在客厅坐下，我心里一直对你爸存着怨气。这话怎么说？我不太清楚，外公跟父亲之间有什么矛盾纠葛？前几年叶氏集团出现了资金危机，他又求到我这里，让我借钱帮他渡过难关，但我拒绝了。只不过你妈妈在去世的几年前就曾跟我说过，往后绝对不能再资助她的公司。原来是这样。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对你有些埋怨，以为您不管我死活。当时没有资助叶家，我只能嫁给沈立川，拿到这6亿资金来投资救活叶家的公司。婉宁，我不知道他让你跟沈家联姻的事儿，不然的话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外公，我现在都想通了，有些缘分也是注定的。若是没有嫁给沈立川，我也不会有这么可爱的2个宝贝。况且你不给叶国邦资助也是正确的选择，人嘛，总得学会独立行走，不是吗？你这几年变化真的很大，想事情比以前通透了许多，可能是当了母亲，说话做事都会考虑很多。2个孩子长得更像沈丽媛，沈家迟早会发现。你有没有想好被发现怎么办？发现就发现吧，如果他们要争夺抚养权，我会奉陪到底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一天能晚点到来。打官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，而且得知孩子们的存在，沈家人一定会经常过来看孩子，那我跟沈家的关联又多了起来。沈小姐前来拜访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，我想避着沈家人，沈家人马上就来了。请他进来吧。程家和沈家的交情不错，他既然来了，总不能把人赶出去。许久未见，沈新瑶看起来还像以前一样，那张鹅蛋脸上洋溢着和煦的笑容。嫂子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想过来看看你。沈新瑶把精心准备的礼品递给了一旁的管家，我拉着沈新瑶的手，我们进屋说话吧。走进了宽敞的客厅。程老您好。新瑶坐在沙发上，落座后，我拿起紫砂茶壶给沈新瑶倒了一杯茶。嫂子，你回兴市多久了？已经回来快1个月了。那个新瑶，
你以后还是直接喊我的名字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以前喊嫂子喊习惯了，那我以后叫你婉宁。稍坐了一会，程老爷子就上楼去了书房。程老爷子不在场，沈新瑶果然放松很多，跟我聊起了自己的近况。我们两人一边喝茶，一边扯着闲话，不知怎地，沈新瑶就把话题扯到了沈立川身上。我哥这几年啊，简直是十足工作狂，每天在公司待到深夜，明明有花不完的钱，他还拼了命赚钱，何苦啊？他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我感觉很不一样，就像是除了工作之外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。他还患上了失眠的毛病，连医生都查不到病因。而且我还听说，我大伯母最近正在给我哥安排相亲。他不是喜欢于南月吗？本来我也以为他是因为于南月回国才跟你离婚的，可他没有跟于南月在一起。我看他俩的相处倒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难道当年是我误会了沈立川？他跟于南月之间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。希望你哥能尽快找到可心的人吧。我说完就赶紧转移了话题，跟沈新瑶聊起了衣服首饰。女人一旦聊起穿着打扮来，就像长江水一般滔滔不绝，不知不觉就聊到11点了。沈新瑶中午还约了人吃饭，我只能说道：那好，我送你到停车场吧。我起身跟沈新瑶一起往外走，在穿过花园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，声音是从前方传来的。程老爷子很喜欢鸟类，就在花园圈出个地方，专门养了各种各样的小鸟，甚至还有白孔雀和蓝孔雀。沈新瑶疑惑地问道：婉宁姐，怎么城府会有小孩的笑声？他循着声音来源，好奇地走了过去，有2个约莫3、4岁的可爱萌娃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。这长得跟我哥太像了吧！晨儿、希儿，快过来，跟姐姐打个招呼。2个小人走到我身边，乖乖地叫了沈新瑶一声：姐姐好。沈新瑶笑着点头：真乖，以后叫阿姨就行了。然后看向我，低声问道：孩子的爸爸呢？晨儿、希儿，你们先去玩。你不是赶时间吗？我们边走就说吧。孩子的爸爸还在法国，他手头有事走不开。我外公近来身体不太好，我就带着2个孩子先回来了。是这样啊。我的话听着似乎合情合理，但沈新瑶一想到这2个孩子的长相，心中依然存疑。如果真的跟哥哥没关系，怎么会长得这么相像呢？沈新瑶回到沈家，已经天色渐暗。今天家里要举办晚宴吗？是的，夫人，把未婚的富家小姐都邀请过来参加晚宴。有好戏看了。说着，他加快脚步往里走。他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，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，目光在四周扫视，寻找着沈立川的身影。耳边传来了几个女人的交谈声，他们来就是来凑数的。有于南月的存在，哪轮得到他们？看到于南月过去跟沈立川说话了，几人又跑去听八卦了。听见这几人说的话，沈新瑶撇了撇嘴角：哥哥才不喜欢于南月呢，他谁都不喜欢，只喜欢工作。沈新瑶站起身，顺着那几人的目光看过去，果然看到于南月坐在沈立川身边。说话的时候，2人的头挨得很近。本来想等沈立川走出去，他再去跟他说我和孩子的事，可这一等就等到晚宴结束，沈立川才起身离开。立川哥，新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有一会儿了，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行，我们上2楼去。哥，你真的打算随便找个女人结婚？当然不是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那你今晚怎么会出现？我妈让我2选1参加晚宴，或者1对1见面。要让沈立川跟那些女人1对1见面，他肯定是不愿意去的。沈新瑶捂嘴偷笑，看来大伯母是铁了心要让你相亲。你别得意，我听说婶婶也在打听新市的年轻精英。沈新瑶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新瑶，到底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哥，我今天上午去了城府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见到了你的前妻。她现在怎么样？她很好啊，她有2个孩子，又乖又萌的。你看见她的孩子了？看见了。哥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那2个孩子我感觉长得跟你有点像，特别是小男孩的眼睛和鼻子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真的？你没开玩笑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？婉宁当初离婚的时候，她竟然已经怀了孩子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跟他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最清楚。沈立川回想起那晚他跟我发生关系时没有做任何避孕措施，如果第2天我没有服药的话，是很有可能会怀上孩子的。按照时间来算，如果是那时候怀孕生下孩子，估摸着也就3岁多，跟那2个孩子差不多大。哥，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当然是让孩子回沈家。我问过婉宁姐，她说孩子的爸爸在国外，他不会真的已经再婚了吧？我的意思是怀着你的孩子嫁给了别人。
我不知道，现在很晚了，早点回房休息吧。等你想好了再去找婉宁姐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沈立川回到房间，掏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。帮我查一下，叶婉宁回新市那天是跟谁一起回来的？那个人跟他有什么关系？3天后，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发到了沈立川的邮箱里。沈立川看完这份报告，心情马上由阴转晴。只要你出现在新市，要追查你这几年的经历就好办很多。从你到达机场的时间，查询当天那个时间到达的所有国际航班。沈家有私人飞机停放在新市机场，要让人查几份旅客清单，还是易如反掌。沈立川查到我是从法国巴黎飞回来的，后面的调查就交给了专业人士。从他们发过来的调查报告来看，我独自带着2个孩子生活，我没有跟其他人结婚。沈立川那颗暗淡下去的心一下子又鲜活起来，只要我没有跟其他人结婚，他就有机会追回我。沈立川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舞蹈室陪女儿练舞，舞蹈室里穿着白色芭蕾舞裙的一大一小正对着镜子练舞，优美的舞姿，高雅的姿态，一举一动都美得惊心动魄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他安静地站在门口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怕惊扰了眼前美好的画面。一曲毕，钢琴声和舞步同时停了下来，沈立川这才注意到坐在钢琴前的小男孩，他的视线凝固，这个小男孩真的跟自己长得很像。我俯身给女儿擦汗，直起身子的时候，这才看见站在门口的沈立川。叶景琛已经先一步走到门边，仰头看着沈立川问道：叔叔，你是谁？沈立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陈尔希尔，他是沈叔叔。沈叔叔好。沈立川心中苦涩，怎么就成了沈叔叔？之后我跟女儿去换了衣服，我跟沈立川去了3楼的茶室，我们2人在茶桌两边相对而坐。我直入主题，笑着问：沈总，你今天过来城府是有什么事吗？婉宁，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猜不到我的来意？我把茶杯放在茶桌上，微微一笑。沈立川深邃的眸子注视着我。生意上的事情应该直接找我外公。我想跟你谈谈孩子的事。婉宁，琛儿和希儿是我的孩子吧？我努力让自己的语调平稳下来。琛儿和希儿是我的孩子，这2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。婉宁，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跟我长得这么像？2个孩子的眼睛和鼻子都很像我。像你吗？我没有感觉到。孩子确实长得像父亲，但他们的生父不是你。沈总，你未免想太多了。我想太多？几年不见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见长了。那你说说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？离婚出国后，我遇到了孩子生父，跟他交往了几个月，因为感情不和分手了。我生下2个孩子独自抚养。如果是其他人或许会相信我说的话，但沈立川看见2个孩子之后，就已经认定了他们肯定是自己的孩子。不管我怎么说，沈立川都不会随便动摇，更不会相信我说的话。那就做个亲子鉴定吧，做完亲子鉴定就能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。我低头看着杯中金黄的茶水，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，沈立川开口，打破了沉寂。婉宁，你不敢是吗？是，我是不敢。这2个孩子就是沈立川的孩子，只不过沈立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也容不得我拒绝。行，那就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2楼的儿童房里，叶景琛从椅子边沿滑下来，偷偷来了3楼的茶室。叶景琛蹲在门口，想听听里面的动静，奈何房门质量太好，一点声音都透不出来。蹲了好几分钟后，叶景琛无奈放弃，转身去了书房，拿着书回到房间。叶景熙凑到叶景琛身边，小声询问：哥哥听到了吗？他是不是我们的爸爸？我没听到，我还以为他就是爸爸。自从听到我说爸爸还活着，并没有去世，叶景琛和叶景熙每天都在期待着，想看看爸爸是怎么样的，是不是像其他人的爸爸一样。见到沈立川的时候，2个孩子都感觉到了莫名的亲切，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沈叔叔。明明只是第一次见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叶景琛看着叶景熙问道：希儿，你喜欢沈叔叔吗？那你喜欢程叔叔吗？那你喜欢沈叔叔多一点，还是喜欢程叔叔多一点？站在门外的程志恒听到这句话，停住了脚步，想听听叶景熙的回答。虽然沈叔叔长得很好看，但我还是喜欢程叔叔多一点。听到满意的答案，程志恒这才抬脚走进去。叶景琛和叶景熙都走到程志恒身边，抱着他的腿。程叔叔，看看给你们带了什么？程志恒把带来的玩具拆开，分别递给了2人。叶景熙抱着粉色玫瑰熊爱不释手，叶景琛拿着新款城堡积木，也迫不及待地动手搭了起来。沈立川和我走到儿童房，就看到了无比温馨的一幕。程志恒盘腿坐在地上，2个孩子搭着积木。我干咳了一声，正在搭积木的3人同时回头看向我。琛儿、希儿，你们该去练琴了。
两个孩子乖乖放下玩具，跟着我去了琴房练琴。沈立川和程志恒尴尬地坐在客厅，这时悠扬的钢琴声从琴室穿透出来。沈立川站起身，往琴室的方向走去。程志恒不甘落后，也起身跟在沈立川身后。叶锦熙坐在一架三角钢琴前，目视前方，认真地看着曲谱，小手飞快地弹奏着。我和叶锦琛站在钢琴旁，听着叶锦熙的演奏。一曲弹奏完毕，琴室里安静下来。希儿有几个音你弹得不太精准，要注意这里是渐强，明白了吗？说完，我给叶锦熙示范了一次。明白了，妈妈。叶锦熙也跟着重新弹奏一次。橘色的夕阳从落地窗洒进来，照在我美丽的侧脸上。我弹琴的动作既认真又温柔，一举一动仿佛都能牵动人心。沈立川心跳如擂鼓，眸光里盛满了深沉的爱意。不久后，程老爷子从公司回来，看见沈立川和程志恒都在家里，他愣了一下。安排晚餐多准备一些，已经快到饭点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夜幕降临程府餐厅，程老爷子在长形餐桌的主位落座，沈立川和程志恒是客人，他让两人坐在他旁边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选择坐在程志恒左手边的位置。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，程老爷子满脸笑容说道：“看看饭菜合不合胃口，多吃些，千万别客气。”闻着就很香，特地安排了好几样我爱吃的菜，真是劳烦你了。程志恒心中有点挫败感，他是后来者，好像处于下风。程老爷子跟沈立川说着说着，就聊起了最近的行业资讯。程家做的是珠宝和酒店度假村行业，沈家涉足行业是房地产、商场、百货，所以两家合作很紧密。而程志恒是科技行业的公司，他们说的话题，程志恒根本插不上话。这时我用公筷给程志恒夹了一块鱼肉，这鱼很新鲜，你尝尝。幼稚。晚年剥虾壳容易扎手，我给你剥。谢谢啊，你是客人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我又想起以往都是我主动给他剥虾的，我倒是没见过沈立川给任何人剥过虾。他本就是豪门继承人，出身金贵，从小就是天之骄子，只有别人讨好他的份，他从不会刻意讨好任何人。沈立川自顾自剥着虾，程志恒也不甘落后，给我加了很多菜。我埋头吃着碗里的菜，只是我吃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两人夹菜的速度。我忍不住开口说：“我的碗已经放不下了，你们别给我夹了。”程老爷子眼里满是笑意，自家外孙女就算是离婚带两娃，还是能让两个男人对她倾心。孙女的感情状况会如何发展？程老爷子打算只做个旁观者，他们俩都是新市炙手可热的钻石男，全看我自己怎么选择。沈立川回到沈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，他听到客厅依稀传来电视声。爸妈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没睡？沈父把电视机关掉，郑重说道：“立川，我们在等你啊。”沈立川在他们对面的沙发坐下。大晚上的，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立川啊，我们是想问问你，孩子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呢？要不是星瑶告诉我们，我们还蒙在鼓里呢。这么大的事儿你也瞒着我们。沈立川打算离婚的时候没有跟他们提过，拿了离婚证才告知他们。现在听说婉宁生的那2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沈家的孩子，这件事儿你竟然到现在还是没跟我们说。如果真的是沈家的孩子，肯定是要回沈家作为继承人好好培养的。我不是有意想瞒着你们，只是想等事情确定了再跟你们说。听新瑶说2个孩子长得跟你很像，算算时间，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孩子。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，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在心里确定这就是我的孩子。爸妈，等做完亲子鉴定，我们再跟婉宁商量后续的事吧。做什么亲子鉴定？你不相信婉宁说的话？她说是你的孩子就肯定是你的，相信她不会乱说的。不是我不相信他，他说孩子不是我的，但我见了那2个孩子确实跟我长得很像，我也认定那2个孩子是我的，所以我才提出做亲子鉴定的。这不明摆着他不想再跟我扯上关系，更不想让沈家来跟他争夺抚养权吗？你看看，如果你当初不离婚，婉宁就不会离开。你陪我儿媳妇，你陪我孙子孙女。能让向来优雅的沈母忍不住动手，看来真的是被气得不轻。兰兰，你冷静点，别把你的手打疼了。腻味了几10年，还没腻味够。沈父拉着沈母坐回沙发上，看向沈立川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去做亲子鉴定？”已经把东西带回来了，明天就拿去鉴定中心。你明天亲自送过去。好。立川有没有这2个孩子的照片？我想看看。有照片。沈立川找出了今天拍的照片，2个可爱的小宝贝在儿童房搭积木，在琴房练钢琴，在草坪上玩皮球，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肯定是我们沈家的孩子，不会有错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孙子孙女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叶木泽和程老爷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电视屏幕中播放着晚间新闻，但他们显然有些心不在焉。亲子鉴定的结果会在今晚出来。我轻手轻脚从楼上走下来，走到叶木泽身边坐下。孩子们都睡着了。下午玩累了，一个小故事都还没讲完，他们已经睡着了。婉宁，鉴定结果应该已经出来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说是这么说，我还是拿起手机，随后点开了邮箱鉴定，结果确实已经发过来了。我往下滑动屏幕，在看到结果的时候，我的目光瞬间凝住了鉴定意见，双方无血缘关系。这个结果让我大为震惊。我这辈子就只跟沈立川有过亲密行为，2个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他的？叶木泽看见我这个表情，伸手拿过我的手机，看了一眼鉴定结果。看完之后，他同样震惊。到底怎么了？从叶木泽手里接过手机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我慢慢平复了震惊的情绪，轻声说道：“外公，这是好事。或许是有人在背后帮了咱们。鉴定结果显示，孩子们跟沈立川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么一来，沈家就没有资格争夺抚养权。这对我而言，绝对是一件好事。”婉宁，这是有人在帮你，还是在害你？我脑袋嗡嗡的，一时间理不清头绪。我这辈子从生理上来说，就只有沈立川一个男人。如果孩子不是他的，那才真是见了鬼了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份鉴定报告被人动过手脚。可是谁会这么做？目的是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不管怎样，这个结果对我来说，至少在当下这个结果对我是有利的。外公，哥，不管真相是什么，这份报告就是沈家拿走的那份样本的结果。现在他们没有理由来跟我抢孩子了。叶木泽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他知道这件事远没有结束，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秘密。先休息吧，明天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呢。第二天，我本以为沈立川拿到鉴定报告后会暴跳如雷，或者至少会冲过来质问我，可一整天风平浪静，这种平静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果然，傍晚时分，管家脸色古怪地走进来。大小姐，沈家老夫人来了，还带了一位医生。沈家老夫人沈立川的母亲周兰，我心头一紧，随即又冷笑一声。看来沈家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客厅里，周兰正襟危坐在沙发上，保养得宜的脸上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审视。婉宁，好久不见。沈夫人，你好。周兰直接开门见山。立川拿回来的那份亲子鉴定，我不信沈家的血脉不容有半点含糊，所以今天我带了新市最权威的鉴定科主任，当着我的面重新采血取样。果然，我扫了一眼那个所谓的主任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沈夫人，您这是不相信鉴定中心的结果。不过没关系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同意。但有一点，琛儿和希儿才4岁，怕疼。如果这次鉴定结果出来，证明他们确实是沈家的孩子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沈家的种，自然要认祖归宗，回沈家来养。你放心，沈家不会亏待你。认祖归宗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沈夫人，您是不是忘了我和沈立川已经离婚了？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一句认祖归宗就要带走？那你想怎样？我不想怎样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孩子是我的命，谁要是想从我身边抢走他们，我会跟他拼命。就算闹上法庭，我也奉陪到底。周兰被我这话噎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大小姐，孩子们醒了，吵着要找你。我冲周兰微微一笑。沈夫人失陪一下。亲自鉴定的事，等孩子们情绪稳定了再说。我转身上楼，心里却在飞速盘算，沈家既然敢来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这次采血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进行，绝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我走进儿童房。妈妈，楼下是不是来坏人了？我听到好凶的声音。妈妈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看着2个懂事的宝贝，我心里的那点不安瞬间烟消云散。为了他们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我带着2个孩子下楼，周兰看到琛儿的脸时，整个人明显震了一下，那神情分明就是认定了。开始吧，沈夫人。不过我要全程录像，确保样本不会在过程中被调换。我淡淡的说。周兰皱了皱眉，还是同意了。看着周兰把样本封存好，3天后结果会直接送到我手上。周兰站起身，临走前看了我一眼。婉宁，如果孩子是沈家的，我不会让我的孙子流落在外。送走周兰，我疲惫地靠在沙发上。叶木则从书房走出来，脸色凝重。婉宁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上次的鉴定报告被做了手脚，这次的结果恐怕也未必是真相。我点点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抢先一步，自己去做一份鉴定。你信不过那个主任？不是信不过，是沈家的水太深，我必须拿到最真实、最权威的证据，才能掌握主动权。叶木则想了想，我认识一个在瑞士的朋友，
他是国际 DNA 鉴定领域的专家，我们把样本寄到国外去做，绝对保密，绝对权威。我一拍大腿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心里有了底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地里却让叶慕泽联系好了瑞士那边，加急寄往了瑞士。3天后，周兰那边果然又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那头周兰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婉宁，结果出来了。哦，结果如何？孩子跟李川还是没有血缘关系。周兰的声音像是泄了气的皮球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们长得那么像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意外。沈夫人，我说过，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，现在你信了？挂断电话，陷入了沉思。2次结果都一样，说明周兰这次带来的主任要么也被收买了，要么那个样本在送到他手上之前就已经被调换了。到底是谁能2次截胡沈家的亲子鉴定？这个人是在保护我，还是在保护沈家？或者说是在保护那个真正的幕后之人？而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，如果孩子的父亲真的不是沈立川，那晚那个醉酒的男人到底是谁？这个念头像一道惊雷劈进了我的脑海。4年前那个夜晚，房间里的灯是关着的，我喝了不少酒，意识模糊。我一直以为那个人是沈立川，因为那是在他的房间，他的床上。可现在，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心中成型，我浑身发抖，拿起手机拨通了叶慕泽的电话。哥，瑞士那边的加急鉴定，最快什么时候能出结果？明天。好，结果出来后，不论是什么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这一夜我彻夜未眠，我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4年前那个模糊的夜晚，男人的气息，滚烫的体温，还有第2天醒来时身边空荡荡的床铺和床头柜上沈立川留下的字条：公司有事，早餐在桌上。如果那个人不是沈立川，那他为什么要替那个人隐瞒？还是说他根本不知道那晚的人不是我？越想越乱，越想越怕。第2天下午，叶慕泽的电话终于来了，他的声音很低：婉宁，结果出来了。什么结果？陈儿和希尔跟沈立川是亲生父子的概率为99.99%。可是2份鉴定报告都被做了手脚。他们发现，被送到周兰手里的那份样本，也就是沈立川的那份，根本不是什么毛发或血渍，而是一块别人的口腔黏膜组织。有人偷换了沈立川的样本，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开始梳理思路。第一次是沈立川亲自送检的样本被换了，第2次是沈家老夫人周兰亲自监督的样本还是被换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幕后黑手的势力已经渗透进了沈家的内部，甚至可能就藏在沈立川的身边。而这个人显然不希望沈立川知道孩子的存在，或者说不希望沈家认回这2个孩子。哥，你帮我查，我要知道这2次鉴定样本是在哪个环节被调换的。还有，查一下沈立川身边的人，谁最有动机这么做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灯火辉煌的新城市。这个城市远比我想象的要深，而我那个看似冷漠的前夫，背后也似乎藏着无数的秘密。他不是不喜欢我，是不能喜欢我。那晚的男人明明就是他，可他为什么不认？甚至连亲子鉴定这种板上钉钉的事，都有人拼了命的去破坏。沈立川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而那个躲在暗处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要变天了。3个月后，星运珠宝年度大秀在新城市会展中心圆满落幕。我站在台上接过年度最佳设计师奖杯时，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了第1排那个抱着2个孩子的男人身上。沈立川一手抱着叶锦琛，一手牵着叶锦熙，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温柔。2个小家伙手里举着写着妈妈最棒的荧光牌，笑得眉眼弯弯。幕后黑手早已水落石出，是于南月买通了鉴定中心的人。他以为只要断了孩子的念想，就能嫁给沈立川。真相大白那天，沈立川当着所有沈家人的面，将于南月彻底逐出了新城市的上流圈层。他也终于向我坦白了4年前所有的犹豫与后悔。他没有急着求婚，只是用行动一点点弥补。每天准时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学着给女儿扎辫子，陪儿子拼积木。他把我的喜好记得比自己还清楚。晚宴结束后，一家人回到城府。程老爷子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看着在草坪上追逐打闹的祖孙3人，嘴角的笑意就没停过。沈立川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。婉宁，谢谢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不是给你机会，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。晚风拂过，带着栀子花的香气，远处传来孩子们清脆的笑声。沈立川收紧了手臂，将怀里的人抱得更紧。4年的分离，终究抵不过命中注定的重逢。那些迟来的深情，终于在向阳花开的季节，开出了最圆满的结果。